在一片没有日月、不知岁月的黑暗里，有一个女人被倒悬在半空之中。她瘦得只剩一层皮，包着一把骨头，咽喉细得像一根针，连一滴水都咽不下去，肚子却胀得像一面鼓，里头烧着永远止不住的饥饿。她已经记不得自己有多久没有吃过一口东西了。就在这时，远远地一波白帆从一束光里缓缓送到了她的面前。那是她在这无边的黑暗里唯一见过的光。她颤抖着伸出枯瘦的手，抓起一把饭，急急往嘴里送。可是饭还没有碰到嘴唇，就在她的指缝之间化成了一团烧红的火炭。她痛得缩回手，张着嘴，却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那送饭的人就站在光的另一边，泪流满面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他是当时整个世间神通第一的人，他的名字叫木坚连。他能上天，能入地，能在一念之间去到三界的任何角落。可是这一刻，他救不了自己的母亲。今天这个故事要说的就是喂食魔。喂食魔最大的神通也救不了一个人。故事要从2500年前古印度的王舍城说起。那时候佛陀就住在城外的竹林精舍。每天天还没有亮，雾还没有散，一群披着袈裟的比丘就赤着脚捧着钵，静静地走在化缘的路上。他们当中有一位叫木坚连，我们习惯叫他木莲。他出身富贵，从小聪明过人，性情刚直。年轻的时候就和最要好的朋友舍利弗约定，一起去寻找那位能解开生死大祸的老师。后来他们遇见了佛陀，听佛说法之后，两个人都放下了世间的荣华，跟随佛陀出家，日后成了佛陀座下最重要的两位大弟子。但今天我们要先把时间倒回到他出家之前。那时木莲还是个在家的青年，家里极为富有。他的父亲忠厚肯布施，他的母亲叫青提夫人，长着一家的钱财，却有一个很深的毛病，悭贪。钱是舍不得，贪是放不下。有一回木莲要出一趟远门，行前他特地来到母亲面前，恳切地拜托她，孩儿不在的这些日子，若有出家人，有穷苦的人上门，求母亲代我布施供养，种些福德。母亲满口答应，笑着说：“你放心去，这点小事，娘还能不替你办好吗？”木莲这才安心上路。可是木莲一走，母亲的吝啬就露了出来。有比丘上门托钵，他叫人把门关上；有饥民来讨饭，他挥手把人赶走。他舍不得一粒米、一文钱落到别人手里。更糟的是，他不止吝啬，还动了欺瞒的念头。他杀生宴客，自家吃得丰盛，嘴上却讥笑那些清苦修行的人是傻子。他把该供养的全都省下，藏进了自己的库房。等木莲风尘仆仆地回到家，问起母亲这些日子可曾替孩儿布施供养。母亲面不改色，编出一套话：自然办了，我备了斋饭，供了僧众，布施了不少穷人，你放心。木莲信了。他不知道母亲对着他，对着三宝说了谎。他更不知道母亲这一份悭贪、欺狂又轻慢出家人的心，正在替他自己种下一个极重极深的果。他以为财富是自己挣来的，福报是用不完的，积聚谎话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他不知道因果从不看人说了什么，只看人做了什么，存了什么心。后来青提夫人病了，而且很重。他走的那一天，木莲正在远方，等他赶回来，只看见一座新坟和母亲再也听不见的最后一声呼唤。木莲在母亲坟前跪了很久。他那时还不知道，母亲生前那一场欺瞒会把他带到一个连神通都照不进去的地方。许多年后，木莲随佛出家，精进修行，终于断尽了心里一切的贪、嗔、痴，证得了阿罗汉，得到了6种神通。他能看见极远，听见极细，能在一念之间去到任何他想去的所在。神通一开，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别的，是父母。是父母把他生到这世上，是母亲用乳哺一夜又一夜把他养大。这一份恩，他一直记在心里。于是木莲静静地坐了下来，入了甚深的禅定，用清净的道眼
去关照着天上人间，寻找他已故的父亲和母亲。他先看见了父亲，父亲因为在世中后乐善好施，已经生在了天上的善处，衣食自然，安详自在。木莲看着，替父亲由衷的欢喜。可是接下来，无论他怎么找，都找不到母亲。天上没有，人间也没有。木莲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，因为他知道剩下的只有那几条最苦的去处了。他定了定神，把那清净的目光缓缓地投向了三恶道。然后他看见了，在恶鬼道里，他看见了自己的母亲。那已经不是他记忆里那个衣饰华美、神情高傲的妇人，她瘦成了一副枯骨，咽喉细得进不了1厘米，困在无边的黑暗与饥饿里。那一瞬间，木莲全都明白了，母亲当年那一场欺瞒，那一生的悭贪，原来真的一分一毫都没有落空。他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，他再也忍不住，立刻成了一钵最好的白饭，运起神通的力量，越过那无边的黑暗，把这一钵饭端端正正地送到了母亲的面前。母亲一看见饭，那积压了多年的怕被别人抢走的习气立刻像火一样翻涌上来。他用左手死死地把钵护住遮住，右手急急地抓起一把饭往自己嘴里塞。可是就在饭送到嘴边的那一瞬间，那雪白的米饭化成了一团烧红的火炭。母亲痛得松开手，整个人缩成一团，连哭都哭不出声。木莲用尽了他神通第一的力量，却只能站在那里，眼睁睁看着母亲在他面前受苦。那是他这一生第一次发现，原来他引以为傲的神通也有救不了的东西。他跪了下来，泪水落进脚下的尘土。母亲生前那一念悭贪，怎么会结成这样一片连饭都化成火的苦？这个问题他一时还答不上来，只觉得心如刀割。木莲不甘心，他擦乾眼泪，决定不再只是远远的看，而是亲自走一趟，去把母亲从那个地方接出来。他振起锡杖，运起神足，穿过了冥府那一道又一道幽暗的门，走上一条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暗路。路的两旁是种种他不忍细看的景象，有的地方烈火熊熊，有的地方寒风刺骨，有的地方只有无边的黑暗。每一处都有一群众生正用极大的痛苦偿还着自己生前造下的业。木莲一边走一边向手在路口的鬼族打听，可曾见过一个名叫青提的女人。他问了一处又一处，得到的总是摇头，或是一个更深更暗的方向。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问自己，是什么把这些人带到了这里？是刀剑吗？是仇敌吗？都不是，是他们自己一个一个曾经轻忽的念头，与一件一件曾经以为无伤大雅的小恶，日积月累堆成了今天。他不敢久留，只是一路前行，一路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。终于在最深最暗的地方，他又一次见到了母亲。他正受着倒悬的苦，被那永不熄灭的激火日夜焚烧。母子相见，母亲满脸是悔，木莲满眼是泪。母亲想唤他的名字，喉咙却发不出声。木莲想伸手扶他，指尖却穿不过那一层由业力铸成的墙。木莲再一次运起他全部的神通，想要把母亲身上的苦硬生生地破开移走。可是那业力就像火，他越是用力去压，它就越是反弹回来。刚刚要熄灭的火炭又重新燃了起来，烧得更旺。就在这一刻，木莲忽然彻底地明白了一件事：有些苦不是一时造成的，而是一个人累生累世一念又一念积攒下来的业，结得太深太重了。再大的神通去面对这样的业，就像是想用一只手去搬走一整座山。神通可以撼动山河，可以飞越三界，却搬不动一个人自己亲手造下的业。木莲止住了眼泪，他向母亲深深地看了最后一眼，站起身，转过头，朝着佛陀所在的方向一步一步走了回去。他知道能解开这个结的只剩下一个人。木莲回到了竹林精舍，此时佛陀正在为大众说法，
身后是一片柔和的金色光明。木莲故不得拂去衣上的尘土，快步走到佛前，长跪下来，双手合十。他把母亲在恶鬼道里所受的苦，把自己用尽神通却无能为力的痛，一句一句含着泪说给佛陀听。佛陀静静地听住，看着他，然后缓缓地说了一句话：木莲，你母亲的罪根结得太深了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救得了的。木莲抬起头，眼里既是悲伤又是不解。他这一身神通，连3界都去的，怎么会连自己的母亲都救不动？佛陀看出他的心，温和地说：这不是因为你的孝心不够，也不是因为你的神通不大。深重的业要靠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，而是许多清净修行者合一心，共同的愿力。佛陀说，每一年的7月15是众僧结下安居圆满的日子，也叫做佛欢喜日。在这一天，许多人道业增长，他们齐心的祝愿最有力量。在这一天，你可以为现在的父母乃至过去7世的父母去做一件事，准备上好的饮食，新鲜的瓜果、香油、灯烛，干净的卧具盛在盆器之中，恭恭敬敬地供养十方的大德众僧。借这一份至诚的心与众僧清净的愿力，就能救拔那道悬一般的痛苦。木莲听了，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大石终于落了地。他依嘱佛陀的话，一一去办。到了7月15那一天，木莲备办了丰盛的供养，盛在盆中，香花满前。他恭恭敬敬地把这一切奉献给十方前来应供的众僧。众僧受了供养，先为施主，也为他7世的父母一同静心诵经、祝愿、回向。一时之间，香烟缓缓升起，庆声一声，一声在庭院里回荡。那许多清净修行者的愿力汇成了一道温暖的光，这道光越过人间，越过幽冥，一点一点照进了母亲受苦的那一片黑暗。黑暗开始退了。就在那一天，木莲的母亲脱离了恶鬼道那整整1劫的苦，倒悬的身被轻轻放下，焚烧的火慢慢熄灭。他得了饮食，得了衣裳，那一张枯槁哀苦的脸一点一点转为安详。木莲在人间欢喜地顶礼佛陀。也正是从这一天起，这盂兰盆的供养就这样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，流传到今天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元。每年7月，人们供养僧众，超度先亡，也借着这个日子想起父母的恩，做一点利益他人的善。一盏灯，一钵供，一份至诚的心，众人的善缘交映成光。说到这里，这个故事留给我们一个很重的提醒：木莲神通第一，却救不了母亲，因为神通能撼动山河，却搬不动一个人自己造下的业。那么真正救了母亲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木莲的那一念转变。他放下了我只要救我一个人母亲的执着，听从佛陀的话，把这一份孝心化成了为十方众生，为天下一切父母去供养、去回向的善。是他一个人的痛化成了对所有受苦者的慈悲。业力很可怕，他从不饶人，可是善与众缘比业力更深。母亲当年的一念悭贪能把他拖进黑暗，儿子的一念至善也能把他重新拉回光里。所以如果你还来得及，孝要趁早，善要回向，种什么样的因，将来就会结到什么样的果。神通救不了母亲的业，救他的是木莲放下悲伤，为众生供养的那一念善。孝要趁早，善要回向。我是静山，下一个故事线。